嗨，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是大明。那我们这支影片来跟大家聊一下2023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在我的这个频道经营，以及我一些线上课程啦，或者是一些拍照的计划，我做了哪一些的硬体升级，那以及在这些更动过后会对我的工作流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脑方面我现在使用的是 MacBook Air M2 的版本，然后有 24GB 的 RAM 以及 2TB 的 SSD。那这台是从官方网站的整修品里面找到的那 24GB 的 RAM 它在编辑 4K 素材的时候，我可以叠到4轨或5轨在剪辑都还可以顺畅的浏览比较不会转彩球。那如果你没有买到太高规格的时候，你会需要的是跑代理档案那你就要再额外多花时间让电脑去帮你转档所以对于快速剪辑的这个效率来说，我觉得它是有蛮大的帮助的。那另外 2TB 的容量我可以储存不少的这种拍片素材以及我每次出国的这些照片那原始档案或者是它编修过的这些档案那我有放许多这个编曲的参考录音或者是我已经拍完片要准备进入混音流程的这些档案所以对于我来说，买了这台电脑在利用一些非常零碎的时间，例如通勤时间或者是课堂与课堂的空档来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效率的。那 M2 晶片它省电的效果其实也比之前的 Intel 晶片还好所以基本上你带出门一天其实也不太需要带充电器那除非你整天都拿这台电脑剪片当然你就需要备一颗充电器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升级是我今年觉得蛮有感，而且投资上很值得的。在相机方面大家现在看到拍摄的这台相机是 A7M4 那我会发现在单机作业的时候会少了一些特写画面或者是 B-roll 镜头所以今年我就再多购入了一台 Sony 的全片幅相机 A7C2 那同时我也再多买了一颗2070 f4 的镜头那它除了可以给我另外一个角度B-roll 的画面之外我也可以把它装上这个也是今年购买的这个 Sigma 的105 f2 这一颗微距镜头去拍摄一些口琴的特写画面例如说这个簧片之间的这个间距它是非常细微的变化我就可以用这个微距镜就可以更仔细的去捕捉它，或者是一些非常细小的零件例如螺丝例如胶片，或者是分布零件之间的这个缝隙我就可以用这一台全片幅相机搭配我的微距镜去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更多时候这台相机它是在我们乐团出去演出或者是在拍摄 MV 的时候它可以有更好的对焦能力因为 A7C2 它有这个 AI 的对焦系统所以当我们在吹口琴的时候，我们口琴会挡住嘴巴的部分所以在某一些比较早期的相机，它是没有办法精准的去判断你的人脸当然 A7IV 它可以眼睛对焦，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 A7C2 它有更好的人脸辨识包含如果我今天转到侧脸的时候，它是可以精准的抓到我的侧脸或者是当我今天背对镜头的时候，它是可以对到我的后脑勺或者是我的身体躯干的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A7C2 的这个官方宣传片里面看到所以对我来说这台相机除了它的
体积小巧非常容易携带之外它的对焦能力也是非常好可以不用去担心这些影片拍完之后是没有对到焦的状况，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也是今年蛮值得的购入。在录音器材上除了原本就摆在我工作室的2台比较专业的录音界面之外我多买了这个 Tascam 的 X6这台手持录音机那这台录音机它除了可以透过它上面自带的麦克风去收音录到这台录音机里面之外它也可以连接线材到你的电脑像 Type-C 的这个线非常简单，一条线连接到你的电脑，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录音界面使用。那更多时候是当我今天外出工作，那我的线上课要正常的举行我就会用这一台连接电脑，然后当作我的收音的麦克风那这个声音效果会比你的耳机或者是你手机或者是你电脑内建的麦克风声音效果好非常非常多你甚至一些呼吸的声音以及细微的音色变化它都可以帮你记录下来。那这一台它有32位元的浮点录音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位元数越多那它可以记录的细节越多那32位元浮点录音就是在非常大音量的时候它也可以帮你记录下来不会失真那你在后置的时候你可以再去把这个波形去变小那它在侧边的地方有2个 XLR 的输入口那这个接口你可以接上你所习惯使用的麦克风那以口琴人来说我们常常会手握着麦克风所以你可以接你喜欢用的动圈麦克风拿一条 XLR 线进到这个录音器那你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就把你的吹奏的这些音乐记录下来所以对我来说买了这台机台它是增添了许多这种方便的功能那额外提一下它的触控萤幕是非常非常直觉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我们手机一样你只要点击它它就可以切换页面你可以点击它你可以去调整里面很多很多的参数所以这一台是一个提升工作方便度非常好的机器。今年我多买了这一把Suzuki 的这个 HMH 200这一支专门为口琴所设计的麦克风那这支麦克风比起我原先用的这个 XE V7X 比起这支麦克风来说，这个在低频的地方会比较少一点那实际上在口琴演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越接近麦克风低频会越多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一支低频比较多的麦克风加上你吹口琴你就会发现你很轻松的就可以把低音吹得比较大声那这支麦克风它就有针对口琴去做调整所以它在低频的地方它有稍微的减弱一点所以才不会有低频非常肥重这种肥大的这种感觉。那更方便的是它在前端的地方它有做了一个音量调节的旋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边贴了一个黑色的标点那这个主要是在我台上演出时候我临时需要调整麦克风音量我可以很快速的知道目前的这个音量的位置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尤其是你在吹口琴重奏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做一些非常细微的音量变化那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固定的吹法下你实际上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音量的旋钮去帮助你在演出上更完整。最后一样升级就是大家在荧幕里面所看到的这台 iPad那我原本拿的是11寸的版本那我后来把它换成12.9寸的 iPad Pro M2 那
换了比较大的萤幕之后，我会发现我在看谱上会更加流利，因为我是一个全职的口琴老师以及演出者。那大台的 iPad 我可以横向的摆放，一次我可以看2页的乐谱。那如果这个乐谱比较小一点，我可以把它换成直式的，那它的音符看起来就会比较大颗，就比较不会有看错音符的问题。所有的错都是自己吹不好。好，那这个 iPad Pro 加上这个价格非常 Magic 的这个原厂键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键盘加上 iPad 的价格，其实已经是高于一台入门级的 MacBook Air。但是 iPad 有一个非常难以取代的功能，就是手写的功能。你可以在乐谱上做非常及时的标记，然后给学生看，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团练的时候要手写一些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都是你拿电脑所做不到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工作，像这个影片剪辑以及混音，我还是会在电脑上进行，因为毕竟在那里的软体是我比较熟悉的，在操作上也会比较快。但大部分的与家长联系啦，或者是文书的工作，像是跟厂商联系，或者是目前大家所看到我在拍片的这个写稿，我都是在这台 iPad Pro 12.9 寸上完成的。所以这台电脑也算是近期对于我的工作效率提升非常非常多的工具。以上是2023年到2024年年中我在我的音乐工作上做的设备升级。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知道的，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提问。如果我刚好有体验过，或者是我有一些使用上的心得，我都很乐意来跟大家分享，一起讨论。好，那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